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开始有所升级。此前，乌克兰由于忌惮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美国却以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疯狂地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乌克兰的胆子逐渐开始变大了起来。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美国方面于近期似乎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的一家媒体表示，如果美国因为乌克兰东部局势问题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话，那么美国将会面临着重大的战略失败。该媒体指出，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局势变得对美国至关重要的话，那么美国将会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抗。显然，美国人的内心是害怕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抗的。对此，美国的分析人士也给出了看法。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他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短时间内杀死无数美国人的核国家。所以说，美国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美国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并且，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战略错误。如果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话，那么俄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问题将会加深。不仅如此，美国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话，最后受益的将会是中国。不得不说，美国方面什么事都能把中国牵扯进来，就连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对抗也能把中国拉进来。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媒体为什么会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受益者是中国呢？对此，该美国媒体的作者给出了答复。该作者表示，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发生正面直接对抗的话，这样很有可能会给中国一个深入欧洲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只顾着与俄罗斯进行对抗，但是忽略了中国的发展，所以说中国很有可能会借着这个机会深入欧洲。不得不说，这名作者的解读确实有些狭隘了。中国目前的发展势不可挡，就算有美国的干预，我国依然能够深入欧洲。所以说，不少人认为该作者是想给美国一个台阶下，毕竟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来看，在乌克兰地区还是能够与美国抗衡的。美国在这个时候说最后受益的是中国，肯定是想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找的借口。不过通过一点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可能是美国认怂的表现。毕竟该作者都指出来，俄罗斯能够在短时间内杀死无数美国人，因此他们才想着不能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表明不敢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那么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影响力将会有所下降。所以说，情急之下他们才想到把中国也扯上。众所周知，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都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他们才开始自立门户。令人没想到的是，在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些成员国的挑唆下，这两个本是同根生的国家却开始变得针锋相对，甚至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然而这一幕正是美国想看到的。近日，美国借此机会再次做出了一些危险举动。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次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一段时间的物质支持，这些支持中就包括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以及一批帮助乌克兰军队训练的教官，并且他还表示，美国方面将还会继续这样做。此前，俄罗斯媒体指出，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他们在安全领域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 1.25 亿美元的援助，这些资金用于乌克兰的日常训练以及购买武器装备等项目。不得不说，美国方面的这一举动确实是有些助纣为虐。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开始步步紧逼，眼下美国军方能够在北极地区与俄罗斯博弈，但是在内陆地区，美国一直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地区与俄罗斯对抗。经过他们的观察，乌克兰成为了他们眼中的一块好地方。所以说，美国之所以会援助乌克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与俄罗斯非常接近，如果乌克兰彻底倒向美国的话，美国就能够直接将武器装备部署到乌克兰地区。然而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就好比别人把大炮放在自己家门口一样，因此俄罗斯将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说，美国想借这个机会趁机拉拢乌克兰，但是为何会有网友认为美国的这一举动是想把乌克兰一步步推向深渊？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见解。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相差十分悬殊，乌克兰方面十分忌惮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有了美国的帮助了，乌克兰就开始变得有恃无恐，渐渐敢与俄罗斯进行一些交锋。但是乌克兰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俄罗斯真的发起反击，美国发现形势不乐观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抛弃乌克兰，届时乌克兰将会被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地步。不得不说，美国方面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火上浇油，给人一种凑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感觉。
如果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局势无法控制的话，那么最后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俄罗斯与美国直接交锋的局面，乌克兰将会成为美国和俄罗斯比武的擂台。所以说，还是奉劝乌克兰能够小心行事，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了。美国最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针对中国的手段更是越来越下层，特别是最近出台的各种针对对华政策，早就没有了一个大国的风范。比如布林肯直接在公众面前表示，美国插手台海局势主要还是这里的氛围十分紧张，而为了维护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确保盟友拥有自保能力。并且根据环球时报最新消息，美国刚刚派出了特使访华，就立即安排了亲信去了岛上，甚至访华的这3人还全都是亲岛分子。这释放的信号太过强烈，以至于被岛内的某些魑魅魍魉视为救赎，于是不断的企图寻求美军的帮助。但是不得不说，想的还挺美的。既然美国不断的想要搅黄这趟浑水，那么俗话说可一可二不可再三，解放军自然不必客气，这次针对南台2处海域出手的震慑就是一个强烈警告，而这也是解放军继4月12号25架战机壮观巡逻后的再一次出手。据广东海事局发布禁海公告，在4月15号至4月20号的6天时间中，南海的4连线的水域范围内禁止任何船只通行，因为解放军将会在这一块区域进行演习，并且还十分明确地点出了这次是实弹演习。实弹上场对于美军以及某些分裂分子来说都是一个威慑，明确地表明了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并且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上有着坚定的决心。另外，针对这次震慑，一般的实弹演习，解放军所选择的位置十分特殊。从广东海事局公布的地理位置来看，演习地点正好位于南澎列岛附近的海域，这个一直有着南海要塞称谓的地点，对于美国这段时间以来在南海频繁的动作来说，无疑是一种强烈的警告。据悉，这次演习的南澎列岛正好处于台南口与南海的交界之处，距台仅只有大约210公里，距离东沙更是仅只有大约207公里，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位置。而且这次演习，解放军划出的海域范围正好有大约200多个平方，明显的展示了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能够应对一切威胁。而且伴随着这次演习的还有一场发生在汕尾海峰附近海域的射击演习，从4月14号起至4月17号结束。虽然并不知道这次射击是不是实弹，但解放军这样的频繁的演习意味十足，毕竟汕尾海峰位置也恰到好处。最后遏制美国不断的小动作不能光靠嘴，在必要时刻必须要让美国听点响声。